窗前的孤寂，玻璃画不出你名字。对爱，我需要一份说明书，解读你身上的温度。我还来不及 say hi， 走到了地平线终点 ，I'm looking for you。我还来不及 say hi， 穿越过海平线原点，再转身后发现在身边。再转身后发现在身边。去哪儿了？我能去哪儿啊？上班呗。上班。可我4点1刻打电话去你单位，根本就不在。我去给客户送文件。送文件？给我站住！你再撒谎！我亲眼看着你去会你的情人赵大海，你敢不承认？你跟踪我啊？这2天每天跟在我身后的是不是就是你啊？是我，没错。我要不跟你，我怎么会知道你跟赵大海的那些破事儿？你变态！我跟赵大海怎么了啊？我见赵老师是堂堂正正、光明正大的，你为什么要跟我？你不是说我们两个有什么了吗？啊，你也跟了，你说你看到什么了？你说呀！我不管，反正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许去见他，你还背着我去见他。你说你们两个到底干了什么样的勾当？我们有什么丑事儿啊？你简直是不可理喻了你！我去见赵老师是要去做心理咨询，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明明是你先跟踪我，让我觉得恐慌，我觉得简直都要崩溃了，所以我才会去找赵老师做咨询的。你倒好啊，你现在还当恶人先告状了？我就是不许你去，不许你去！我就去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去？啊？他哪点比我好？哪点比我强？你好，这里是赵大海工作室。赵老师，我是钱丽娟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该怎么办呀，赵老师？钱丽娟，我现在不是正在和你说话吗？我没有不管你，我把你转接到另外一个新的咨询师，不是因为我不愿意帮你，而是我觉得新的咨询师可以给你更多的帮助。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和他配合，好吗？那我也会关注你的状况，打电话保持联系，行吗？喂，钱丽娟。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钱丽娟对我的依赖，的确已经超越了界限。但是这种保持纪律的方法，是为了保护她，还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呢？
你好，这里是赵大海工作室。老公啊，我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啦，来接我啊。好，一会儿见，老婆。嗯，拜拜。老公，哟，再来了！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老公在想什么啊？哎，想点事儿。说实话，老公脑子里一定在想别的女人，要不老婆来了都看不见呢。老婆真的是太英明了，这一眼就看穿我心里面在想别的女人。老公，哦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我呀，在想你的老同学钱丽娟。今天她打了个电话给我，突然之间的，一直在哭，还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。哎呀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了，她就挂了电话。说句实话，这钱丽娟最近的反应和一些状况，真是让我非常的担心啊。你不是已经把她转给别的老师了吗？是啊，可是她对我这个安排非常的拒绝，她不愿意接受。你怎么了？怎么这样看着我？啊？在看我们家老公，长得到底像哪个明星？怎么连钱丽娟都迷恋上了？那你觉得我像谁啊？有答案了吗？像一个人，小公主的爸爸，周妹妹的老公赵大海，只属于周妹妹一个人的。老公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以后呢，眼睛不能看别的女人，嘴巴不能说别的女人，心里面不能想别的女人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夫人。赶紧护送老婆回家吧。是，请吧，夫人。谢谢。跟我解释清楚，赵大海的照片为什么在你手机里？什么时候拍的？你怎么可以背着我拍其他的男人呢？啊！马上给我下来！这是我的电话，我愿意拍谁就拍谁，我愿意给谁打电话就给谁打电话，你管不着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要是再敢碰我，再敢侮辱我，再敢打我一次，我就离开这个家，我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我。好，我从现在开始我就不管你，我再也不会碰你，可以吗？啊！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活得特别窝囊啊？你后悔嫁给了我？我知道你想什么。凭你的条件，赵妹妹根本都比不过你，可她为什么能够找一个那么优质的老公啊？而你的老公却连个工作都没有，是不是这么想的啊？你有时间在这自怜自爱、怨天尤人，不如把你的精力放在工作上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努力过？你怎么知道我没争取过？我去了多少公司啊？我投了多少简历，你知道吗？去那么多公司，投那么多简历有什么用？如果你不改变你现在怨天尤人、自怜自爱、是眼高手低的状况的话，永远找不着工作。我怎么就眼高手低了？啊，我怎么就眼高手低了？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还不是为了找一个让你看起来有面子的工作？那你想让我干什么？我知道你后悔，可你既然现在后悔，你当初为什么嫁给我？看不起你的是你自己，不是我。我不是没赚过钱，我只是这2年时运不济，什么都不是。啊，就因为我倒霉，你就可以看不起我啊？你就可以背着我在外面勾三搭四？我勾三搭四谁了？啊！你给我好好说清楚！我告诉你，你没有证据不要乱说话。要证据是吧？好，好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要证据是吧？好，证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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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告诉我，
为什么现在衣服啊，裙子是越穿越高，领口越开越大？你穿给谁看呀？啊，你想勾引谁？我再问你，这些都是谁给你买的？说！我不想跟你吵架，真的。既然你已经不信任我了，我也没必要再跟你解释了。离婚吧。离婚？你终于说出口了。我知道你早就这么想了，你怎么可能跟我一起过苦日子呢？好，没问题，我成全你，我成全你。永远再不会有我这样的累赘，好吗？我死给你看！你下来！你下来！你别走！你下来！你下来！下来呀，老公！你下来吧！我刚才是说气话的，你走我，我不跟你离婚了啊！你下来吧，我不跟你离婚，你下来吧。好久不见。来啦。这是什么？我呢，帮你买了一双舒服一点的鞋。你这个脚刚好，现在又到处乱跑，别一不小心啊，又把条给你坏了。东上，为什么我们要有8岁的差距？为什么你现在是个爆红的广告明星？为什么我们就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而不能在一起？起来走走，看看合不合适。哦，好。感觉怎么样？嗯，挺合脚的，走起路来很舒服，几乎感觉不到鞋子的重量。这双鞋子不便宜吧？嗨，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呢，你喜欢最重要。东胜儿，把我当成你姐姐好吗？一个最关心你的姐姐。我是觉得一定要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弄清楚，这样以后我们见面才不会觉得尴尬，也不会觉得别扭。跟我见面让你感觉到尴尬别扭了是吗？东胜，如果我们刻意回避的话，那样反而会引起别人的误会。除非我们以后都不再见面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回到最初的姐弟关系是最好的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你还没有结婚呢，你可以答应任何人的约会，接受任何人的追求，这是你的权利。东胜，到底要我怎么说你才会明白呢？我就是不明白，我也不想明白，我就想按照我自己的简单想法生活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我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人，我不会拐弯抹角的。我也想做一个简单的人，过简单的生活，所以我才选择李耀斌，因为我不想周旋在你们两个之间，这样伤害他也伤害你。我说一句实话，
如果你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事实的话，那我们以后还你是……别说了，我不想听了。你说的这些话，你已经伤害到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东胜，你以后一定还是……这辈子，我把你放在我的心里；下辈子，我一定会把你放在我的家里。颜色可以再浅一点。哎，我以为可以再调整一下。好。我也不知道这几天怎么了，就感觉这个胸口特别疼。是胸口疼还是心疼啊？你不会是得了相思病了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觉得这特难受。哎呀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尹合欢他究竟有什么魅力啊？能把我们这当红的男模特迷得神魂颠倒、胸疼心疼的啊？林鑫哥，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，我可能是感冒还没好，跟他没关系。你行了吧你啊？越解释越掩饰。哎呀，我的状况也没比你好多少。这2天我一直在给小梅打电话，可是人家就是不接呀。可能气还没消吧。哎，东升，现在单身男人不是挺值钱的吗？为什么我们2个同病相怜还要看女人脸色呀？这也太没天理了吧！你真没事吧？没事，要不休息一会儿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虽然我已经答应李耀斌，我要跟他结婚了，但是在挑礼服、买戒指的时候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东胜。我知道我这样不应该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思绪，怎么办呢？荷花呢？我知道你很纠结，我也很理解你，但是你不能这样3心2意呀。你已经做出选择了嘛？你选择一个人，等于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，对不对？李耀斌他真的很优秀，他是每个女人心目中的完美丈夫。你不能一时糊涂，你要错过了这次，真的就错过了。我知道他很好，但是我想要东升这边，他也很好啊。你必须承认，东升他不适合你嘛。如果说你跟东升走在一起，我都能想象得到未来15年当中，你每一天和那些超级无敌美少女抗衡，你可以吗？为什么？爱情不就是2个人好就好了吗？我打个比方好不好？我跟大海，我为什么每天必须规定，他除了把时间给工作之外，就要给我跟呵呵？我为什么每天必须规定他要接送我上下班，我也要接送他上下班？为什么？我干嘛那么累啊？我是要告诉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花花草草，那些女孩们，告诉他，赵大海他是有家室的人，他有老婆有孩子，他活得很幸福，他跟他老婆关系非常好，很恩爱，请你们不要再见缝插针。但就是这样，你们也都知道，更何况你们2个呢？你们2个都是做媒体的，怎么办呢？他又是艺人，黄姨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但他是作为经纪人，你问他，你真的希望你旗下的艺人大张旗鼓谈恋爱吗？东升的工作是比较特殊，所以感情方面的确是需要低调。你看嘛，他经纪人他都发话了，对不对？我只是说需要低调，我没说不能谈感情啊。你什么意思嘛？不是你这样说是，你同意他们在一起吗？我也没那么说，我只是觉得感情嘛，你不能光谈条件的。你要跟那个男人生活在一起一辈子，如果你不够爱他，那往后你要怎么包容，怎么忍让呢？是不是？烦死了！丢他们决定好了。
刚才啊拍了片子，给你做了胸腔检查，体检报告呢还有几天才能出来。等报告出来，医院会通知你的。该不会真的得了什么病吧？刚刚好。哎，你帮我把那个虾拨在碗里。好，那虾头要剥吗？哎，虾头不要剥啊。虾头不剥啊？怎么听起来就觉得不踏实？你不相信我啊？不相信。我为了煮这个意大利海鲜面，我昨天恶补了1个晚上。你不相信我？行啦，你一个没有做过饭的大老爷们肯为我下厨啊，我都已经感动得要哭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妈说啊，我是10个指头都分不开的人。她说要我做饭比杀了我还难，所以我们一起从零开始吧。嗯。哎，怎么我听起来这个事情有点悬呢？搞不好啊，我们到最后是没饭吃的。没关系啊，要是不行的话，还有一条路可以走。什么路啊？大马路啊，反正大马路上的饭馆那么多。其实我觉得一起做饭是个感觉，是个非常幸福的感觉。我还希望啊，这个感觉50年不变的。来了，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这么厉害呀！哎呀，闻起来挺香的。哎，别开心太快了，要试一下能不能吃。那我开动喽。东升，我刚好路过，本来打算，看来也没什么必要了啊。打扰了。哎，东升，麻烦你把钥匙留下来吧。你这样进进出出的，我们很不方便的。我曾经梦见的美好，如你柔软的发梢，控制着我心跳。落叶飘，谁在寂寞中跌倒？往事静静的宣告，在我的脑海萦绕。难道与你无法相爱到老，如此依靠，也只是短暂的凑巧，等不到我和你再次拥抱，你总是敷衍的一笑，爱剩下最后的这一秒，却被燃烧。已被抵消。麻烦你把钥匙留下来吧，你这样进进出出的，我们很不方便的。难道这一切无法预料，一不在一秒？可挽留着爱，也只是妄想的徒劳。何欢，我让东升把钥匙留下，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。可是，我们之间总得有人站出来，理清3个人之间的关系。
我知道这个狠心的人肯定是我，我必须这么做。怎么？好像真的是很难吃啊。没关系，反正你说了，我们还有一条路，到外面去吃吧。这个别吃了，来。小姐，你给我拿这个看看吧。先生，您需要什么？好，我要这个戒指。还需要再看一下吗？不要了，帮我包起来。好的。来，谢谢。请稍等。林东胜，为了让何欢开心，也为了让他对我没有怨言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我允许他拥有关于你的记忆，因为你们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面了。何欢，最近我公司有一些人事变动，我需要调到香港分公司。其实我也不太想去，当然，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去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去香港？那我这边的工作怎么办？你是一个那么有丰富经验的记者，到香港那边不但可以开拓你的视野，也可以丰富你的生活。哎，你不是一直也说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吗？可是我听说香港的工作很难找啊。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的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机会来得正好，不是吗？但是我还是觉得来得有点太突然了。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，让我好好想一想？何欢。生怕吵醒了你，我的甜蜜竟躺在你怀里，还在上演新的一句。柔情似水，思念清澈见底。温馨的无语不必太华丽，而我在梦里也能聆听幸福在耳边的呼吸。我看这不是那天那个……这就是那款戒指。我想得很清楚了，既然我的人生都可以交给你，又何必在一个戒指上争执不下？林东胜已经是你记忆中的一部分，既然我爱你，就不应该计较你跟他过去的点点滴滴。往后的日子，你心里只有我就好了。姚斌，说实话，如果没有林东胜的话，我们的爱情应该更精彩、更顺利。所以我想，只能在香港才能创造出属于我们的人生。而且在伤害林东胜最小的情况下，
得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。何欢，如果你也同意我的想法，收下这个戒指吧。爱在上演新的一季，如今似水，思念清澈坚定，温馨的无语不必太华丽，而我在梦里也能聆听幸福在耳边的呼吸。我看见爱情的星空，万里无云，有你。3碗请慢热。来来来，再看看。王姨，你看看我的，再看看何欢的。要我看呐，李耀斌这个人啊，算挺大气的。虽然说心里面不喜欢东胜戴的这款戒指，可是看着何欢小姐的份上呢，还是买了这款的，对不对？李耀斌虽然知道何欢对自己的心意不是100%，却还是用这一招来打动何欢，想要为他们的感情做最后的努力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那他岂不是很阴险吗？你换一个角度来说，他要不是很爱何欢，他要这么费劲吗？更何况，又不是什么坏事，哪有什么阴险不阴险的嘛？他自己也做了很大的牺牲啊，有哪个男人可以这么大度啊？你说的有道理呀。哎，何欢啊，你很幸运的，找了一个爱你比你爱他多的男人，这将来生活多幸福啊！女人嘛，这辈子就要被男人宠，被男人疼。我想象得出来，你要是跟李耀斌结婚的话，肯定非常疼你，什么事都包干了，多好啊！你都不用操心。何欢，你既然决定了，就要努力创造自己的幸福，因为这是你要的选择。我跟妹妹呢，永远都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东升呢？回办公室休息了。他最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每2个小时我就让他休息20分钟。何欢结婚以后要嫁到香港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那东升呢？他知道吗？我没敢告诉他。我们私底下说呀，其实东胜对何欢还是抱有一丝幻想的。如果东胜知道了何欢选择了离开，再加上他身体，我怕他会吃不消。其实我也挺担心何欢的。虽然我经常鼓励他，我也很支持他，但是我很清楚，今天这样的结果完全是因为现实生活跟外在环境所造成的，并不是他自己心甘情愿要嫁到香港。我真怕，我怕他有一天会后悔。你们女人呐，就是这么心口不一，看把我们东升害的。何欢什么时候去香港？哎，东升，东升！下班了，拜拜。东升。东升，东升，你要带我去？东升，
是为了逃避我才去香港的，对吗？不对，我是因为爱李耀斌，所以我决定要跟他结婚了。而且我们还讲好要一起去香港生活，怎么样？不可以吗？你说谎！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？你不要再逼我了！何欢，难道你真的以为你去了香港就能彻底把我忘了吗？如果你真的不想再见到我，那么我走，我回乡下去，我再也不会来这儿了。东胜，这里是可以让你拥有新生命的地方，你不要因为我而放弃了你自己美好的未来，甚至辜负了你爸爸对你的期望。这不是一个有担当、有责任感的男人该有的选择。难道你跟你一个不爱的人，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一辈子，你这就对得起你的选择吗？你真的觉得，只要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们就能够相爱一辈子吗？能，一定能。相爱是什么？一辈子又有多久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知道，而且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一辈子就是我能活多久，我就能爱你多久。但是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谈恋爱了，这都是因为你还年轻，才会有这样的反应跟执着。这也是正常的表现。但是等过了10年或是20年之后，你再回头看看我们这一对，你会明白我今天所做的决定的。你错了。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年龄与时间的问题，关键在于你的心。东胜，我问你，你在我这个年纪，有没有像我这么深爱过一个人？如果你没有，你就不可能体会我现在的心情。我不会因为年轻而挥霍了自己的爱情。但是这样的爱情，我无法相信。我只是不想让我们的爱情成为遗憾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挣开所有束缚，回到像是最初，接受孤独，承认结束。你笑得很无辜，我一夜失去全部，你又归宿。却失足，还是没能把你
终于肯见我了。我看看，哎呀，你看看我呀，几天没见我都瘦了。嗯，你怎么也瘦了？你现在可是1人2命，知道吗？怎么？怕你这赌注饿死了，你就彻底输了是吧？你看，你能不能别提那个了？那页翻过去了。再说我当时不是知道错了吗？你就别放在心里了啊。说说错哪儿了？我错就错在我就根本抗拒不了你的美色，完全的一下子陷入到爱情当中了。所以呢，当我向你表示好感的时候，哎，你知不知道我老妹她嘲笑我，她根本看不起我。她说啊，你根本看不上我这个怪叔叔。你说有这么说的吗？所以呢，我就一气之下跟她打了个赌，那纯属是一时的意气之争啊。可你还是拿我当赌注了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自从我跟你接触之后啊，那个什么意气之争啊，什么赌注啊，都完全都被我抛诸脑后了。我就是活脱脱被爱神丘比特之箭射中的傻子。我为你痴狂，更为你振作，也为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小妹，我真心的跟你发誓，你是我这一辈子第一个想要定下来的女人。好了，你别贫了。我没贫，就算是死刑，你还得经过法官审判呢吧？你不能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吧？男人的话就像老太太的牙，没几颗是真的。哎，我这个牙是真的？去你的！话说回来了，如果你真的打算跟我结婚，那我们就得白纸黑字把婚后的权利义务给写清楚了。权利义务？婚后协议书，想清楚了再说。结婚之前要准备好房子、车子，还有一趟超豪华的欧洲蜜月旅行。我的要求也不高吧？我没要奥迪，没要别墅，就是一趟欧洲游嘛。最近也降价了，对你够发慈悲了吧？惨了，我就是个月光族，哪有办法买车买房啊？更别说是超豪华的欧洲蜜月旅行了。